这元旦到了，新的一年又长了1岁，听了1年的狗血相亲故事，这听抑郁了吧？今天呢，我就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。我其实最喜欢讲别人的幸福，至少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爱的。在今年的上半年啊，有个男孩子让我对象，28岁，条件很一般啊，在4乙工作，当时没有买房子。来这自我介绍，人就主动说了自己情商不高，不太会哄女孩子开心。那这些年呢，谈了2个都失败了，一个呢是嫌他家是农村的，另一个觉得呀，他这个人呢不太会哄女孩子开心啊。就这么分手之后呢，空窗期了2年，家里急了就催他找对象呀。我当时记得一开始给他介绍2个还是3个都不太行，基本都是人家女孩子没看上他，主要是嫌这个年龄了还没买房子啊等等之类的条件差。后来呢又介绍了一个，这个女孩子呀是我一个会员的妹妹啊，结婚我去了，那个姑娘是伴娘。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姑娘人性格很温柔，说话老是爱笑啊，就有一点微胖，但是人家面相特别好。认识了一会儿之后，就觉得她这个人心地很善良，一看就是特别踏实的人。当时因为这姑娘呢也在我这边打工啊，姐姐就交代了一下，有合适的给她介绍一下。这个姐姐人呢也特别好，就直接说了啊，人家呢也不想找一个条件很好的，人家觉得高攀不起，我们家都是普通老百姓啊，条件太好怕妹妹呢人家也配不上。我当时就看这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条件差不多，就给他俩牵个线啊。当时我记得那会儿应该是端午节啊，2个人见面的时候，这男士还带了一盒粽子，就约在公园见的嘛，女孩子主动提的，觉得不太想让男孩子花钱之类的。见完面呢，我就去问问2人情况。女孩子本人是觉得很满意的，觉得男孩子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沉稳，说话也比较稳重啊，挺好，愿意再认识看看。我一听很高兴啊，因为这女孩子一般要是满意的话，只要男士没什么意见啊，这成功的概率就比较大了。我就问这个男孩子的意见，男方也说很满意，觉得这姑娘呢爱笑，说话的也很温柔啊，相处起来很让人舒服。就这么样，2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普通，而且也很顺利。我就让他俩呢趁热打铁约第2次见面啊。这第2次呢，这男士啊就开车去接着姑娘下班，然后就订了一家很好的饭店嘛，可能就想着说是给女孩子一些尊重。但人这姑娘啊，刚进门就看这饭店很豪华嘛，一看菜单呢，就基本上一盘那个青菜就要78，主动拉着这男士啊就要退出来，这饭咱吃不起啊，2个人都是工薪阶层啊，1个月就几千块钱的，说什么都要走。男士当时就解释呀，说想把这个女孩子看得重视一点，女孩子就有点不太愿意啊，不是花钱多就是重视，而是放在心里默默做事情就好了。最后这姑娘就从网上就自己也搞了个团购啊，不到100块钱的饭。后来这2个人又见了有3次次面，吃的都很简单，多数都是小饭店，人女孩子也不挑啊。男孩子见面呢也主动带点小礼物，女孩子也会回礼过来。这逢年过节啊，只要发红包，这女孩子基本都是拒收，说这些都是歪风邪气，这老一辈子也没见到天天收红包的。再说谁挣钱是容易的呀，天天刮大风刮的呀。一起吃饭呢是可以的。就这样2个人呢就这么交往认识了1个多月啊，男士表白了，女孩子当时呢也很利索啊，就同意了。那一天啊没什么浪漫的场景，男士就说了，就准备一束花，去接女孩子的时候给她送的。女孩子人接过来就很开心啊，也没什么磨叽啊，就直接答应了表白。其实那天啊表白的时候啊，那个男孩子心里挺自卑的，他当时就问这个姑娘，觉得自己条件一般啊，父母都是农村的，也没什么房子，但这姑娘呀却没有嫌弃他。你像其他人啊，见了他的条件都不愿意跟他认识的。这姑娘就说呀，那有什么呀，我也没有房子，我父母也是农村的，我还没有车呢，为什么要通过条件去判定一个人呢？而且你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，只要放假你就去跑滴滴，赚多赚少只要你努力，我就认为我们一定会早点买上房子。那一刻呀，真的生活啊，你就算苦点累点也都值得了。一份好的爱情能走到婚姻，一定是相互理解和支持的。2个人谈了3个多月，这男士啊离职了，觉得1个月几千块钱确实没有办法给他们未来想要的生活，与其靠别人不如靠自己。这离职之后，这男孩子就投了有1万多块钱啊，置办了个摊子，在夜市上去买炒米和炒饭之类的。这姑娘一下班就去帮忙，饿了就在摊子上吃饭炒饭，忙到晚上12点。哎呀，男士心疼她，让她早点回去。这姑娘呢也心疼这男士啊，就不想走。后来呢，姑娘呢也跟着离职了，2个人就专心啊做起了夜市，有劲儿一起使，说争取2年就买上一套房子。后面呢谈了3个月之后，双方父母啊就见了面，互相都很满意，觉得2个孩子在一起啊，这过日子都是积极向上的，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彩礼当时给了8万8，女孩子把钱带回来，又添了点钱给男方啊换了一辆7座的车，说这样呢上下来回拉货能方便一点。日子在他们眼里啊，那都是甜的，1+1大于2，不一定是物质和金钱，而是有人陪伴、鼓励和支持，越来越幸福。人家10月份定了亲啊，上周6结了婚，婚礼也办得很简单，在南方老家的村里啊。当时邀请我，但是我因为时间没有去啊。
姐姐就问过这个女孩子，婚礼办得这么简单，没有遗憾吗？妹妹说呀，遗憾是因为想要的没得到，而我想要的都得到了，我不遗憾。你看看，幸福的故事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很普通也很甜，没那么多狗血的故事，但就是这么普通的故事让人很羡慕。相比较那些狗血奇葩事情，我更愿意说说爱情啊。宝，希望你早点脱单，2025年了，也希望你早点遇到幸福哟。一位姑娘96年的，年前给她介绍了一个92年的男士，这两人性格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慢热的。这加了微信啊，两人聊天啊都特别尴尬，这聊不下去啊，两人就不联系了。去年年底呢，这个男士啊因为工作调动，就去了离女士啊挺近的一个地方。这一看这么近啊，这男士就约女士出来见面之后，这感觉他就到位了。单身姑娘走一走，精神小伙抖一抖啊，两人就这么看对眼了。就这么联系起来了。那从那天见面之后啊，男士是每天啊都找她聊天，这个话题啊基本都是没话找话，就聊聊工作啊、生活之类的。周末呢没事，两人啊也会出来一起吃个饭，去看看电影。这姑娘说呀，自己性格呀本身就已经比较慢热了啊，但是男士啊是比她还慢热，聊了2个多月，见面也只是吃饭看电影，从来不主动牵她的手。这个为了给男士制造机会，姑娘每次都故意去看电影。这个黑灯瞎火的嘛啊，靠得又近，走路也是故意不看路。可回啊，这个男士就是老老实实的。他又纳闷了，难不成是不喜欢自己吗？他就越寻思越不是个事儿啊，自己是个女孩子，这主动去拉男人的手，这多丢人呢。他就语言加行动啊，就暗示男士啊。可是理工男的思维啊，就是你冷了给你倒杯水，不知道给暖和手啊。这最后啊，男士呢就跟他保持距离的又聊了2个多月。这姑娘实在是开不出口啊，这上个周啊就过来找我说她对男士啊就挺有好感的，这都4个多月了，这也没什么进展，说能谈就谈啊，不谈也不耽误时间了，怎么自己啊还热脸贴冷屁股了，就不讨好了呢？听完呢，我就答应这个姑娘说我去问问这个男士的意思。谁知问了人家男士呢，这个男士就说呀，那他也没有主动说喜欢我，我就以为他不喜欢我，时间还不到，我就不敢靠近呢。哎呀，听完我就觉得好无奈呀。人家姑娘不喜欢你，和你聊工作都能聊4个多月，这原本一个慢热的姑娘硬是给你逼急了。你呢去买束花约姑娘吃个饭啊，表达一下心意。接着这男士就说了一句，那还用买戒指吗？哎呀，我的内心啊真的，要么是让相亲互相看不上的给愁死了，要么让相亲看得上不会推进关系的给急死了。买戒指干啥呀？你又不是去求婚。这男士呢后面就答应了，谁知这个事啊他总不是那么如人所愿。这个周末啊，男士买了花，买了蛋糕。哎呀，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那个蛋糕的意义在哪里啊？又买了这个戒指，真的是去求婚了，问人家姑娘愿不愿意嫁给他。结果人家姑娘还真同意了。这姑娘就说呀，这个男朋友啊虽然慢热，但是还挺可爱的，就是越看越讨喜的那种。这个人呢也踏实，工作啊也比较努力。这个结婚就结婚吧。说着呢，这两人就约好了这个5一啊回家见见父母。你看这个。最后想说呀，男士们单身在外呀，缺少关爱，少喝点酒，多吃点菜，遇到姑娘能爱就爱，勇敢争取，别怕失败。好多伙伴跟我说呀，哎呀，姐姐啊，你每天都吐槽一些奇了八怪的，怨我吗？这世道啥情况没数吗？那王八都离职了，信息都没了呀。咱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啊，你们得记住一句话，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，只有不幸的故事呢才千奇百怪。去年夏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，我印象特别深啊。那是我做婚恋这么多年头回遇到一个3观非常正的女孩子，96还是97的啊，私企上班，大专学历，长相就是那种一看就很单纯的人。她来找我啊，主动跟我说自己家条件不好，父母都是农村的，家里有个弟弟，但是因为年龄大了，不想家里担心，想找个对象。你跟她说话就感觉到那种很淳朴啊，很朴实的感觉。我问了她基本情况之后啊，她跟我说了一段话。我印象特别深啊，大概就是啊，我家里是农村的，我不介意别人嫌弃我，但我从来不因为我父母是农村而觉得丢人和自卑。相反，我们有一个很温暖的家，最开心的就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一桌很普通的饭。你和她沟通完之后啊，你就觉得这姑娘真的超懂事，3观超正。她是觉得条件都是暂时的，只要一家人齐心啊，努力生活，一定可以把日子过好。后来我就给她介绍一个电力公司的一个小伙子，95年的，大了1岁，当时他们俩是老乡。小伙子个子挺高啊，这话不多，一看就是老实人。他们俩在办公室的第一次见面啊，互相印象都挺好。后来这2个人就每个周嘛，一放假就去约会啊。
两个人都没有车嘛，就坐着公交车去海边、去动物园、去游乐场。两人赚的都不多，这姑娘出去约会从来不要求吃贵的，而且买单是有来有往，过得也是比较节省。就这样，两个很普通的人啊，慢慢走到一起啊，也没有什么表白。就是有一次啊，饭后两人沿着马路散步，这男士呢就主动牵起这姑娘手，问她我能一直牵着吗？人家姑娘很开心啊，说行，你牵一辈子都行。于是这两个人在路口坐着呀，就看着车来车往啊。这男士就说呀，我条件不好，其他相亲对象都比较嫌我房子在郊区啊，家是农村的，一个月只赚几千块，你难道不嫌吗？人姑娘就说嘛，那有啥呀，我不也是农村的吗？我一个月比你赚的还少，我还买不起房子嘞，你比我厉害多了。哎呀，这男士听完之后心里很开心啊，指着就路上的豪车就说，我一定努力让你也能坐在这个车里。哎，指着远处的房子说，我一定负起责任，把生活过好，我们以后也会在这里买一套房子，你在家里照顾好孩子，我就使劲赚钱。就这样啊，两个人是确认了关系，谈起了恋爱。生活当中啊，两个人是互相帮助，遇到问题会很耐心的问彼此的意见，两个人从来没吵过架。去年11左右，女方家里想看看这个男孩子啊，这姑娘就带着男士啊去了商场，给他买了一堆衣服，给他打扮的漂漂亮亮，去见了女方父母。人女方父母也没有问很多关于车房的问题，而是问了很多关于以后家庭打算，说了女儿的缺点，希望能够多包容多担待，做得不好就跟家里人说。男士听了呀，很动容啊，和谐的家庭氛围啊，让人觉得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后来这女方也去了男方家里，也见了父母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幸福的人呢，他没有太多狗血的过程。年底订婚啊，这家里商议给彩礼的时候，男方父母说家里这边习俗啊是给3.8万的，但是也不想亏了女方，给了8.8万买了3金。女方呢也给男方的父母买了2身衣服和鞋，给男士也买了金戒指，陪嫁了6.6万。订婚完呢，两人就去领了证。这个准备正月回村里啊是办婚礼，很多人问我啊，哎呀，你这边奇葩的怎么那么多？那是因为幸福的人都很低调，他们的故事从来不狗血，只有平凡和普通。也正是这种很平凡的生活，确实让大多数人都很羡慕的。